为什么说魔女从 A 点到 B 点最快的车种是 ADV？ 因为它真的是全能车型，公路、非铺装、山路、城区或者高速，它样样都行。我测过了几百台车，认认真真全面的测试 ADV， 这应该是第一台。其他的呢，顶多测个加速就完了。这条路呢，就是我测试亮度8小时颠簸的路段。之前呢，用的是2台复古旋装车去跑，跑完后呢，骨头都想闪，车都想扔去，因为那种车型站又站不起来，坐又不敢坐，所以我决定拿 ADV 的车种来试一下。这台呢是赛格龙的 RX600， 价格呢29900，前减震呢压缩回弹是可调的。这条路呢坑不是很大，但是很密集，属于中等强度高频颠簸，所以压缩呢要调快一些，尽可能的跟得上它颠簸的速度。后减震的回弹也是可以调的。经过来回几次的调整呢，调到了一个比较适中的状态。魔女为什么那么多人钟爱 ADV 呢？这条路对于街车或者复古或者仿赛车型来说，速度快是比较颠的，但是对于 ADV 来说呢是比较轻松的，而且这一台还是比较偏公路的 ADV， 前后减震的行程并没有拉到200以上，也没有上到硬核的21和18英寸的轮毂。从行驶的速度和姿态上看呢，要比之前我用拿破仑450、无极 CU525这类车种要强得多得多。拿破仑呢，在这条路开40多，人都快受不了了，而且车呢也比较难控制。这台呢可以达到60多，如果是更加硬核的 ADV 呢，可以达到70、80。这台车后减震的行程呢还是不大够，定位呢还是偏向公路，同时呢兼顾一些中低强度的非铺装，就像这样算是比较安全的。再快的话，后减震有点吃不消了。前减震呢倒还行，基本上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用车需求。大家呢有个误区，普遍认为 ADV 呢普遍比其他车种更高、更大、更重，是不是跑起来就很吃力、很笨重呢？其实呢并不是，跑山的时候它比旋浪车要灵活的多得多，甚至有些做得比自家的街车还要灵活和稳定。因为 ADV 车型呢减震几乎是都可调了。像山路呢比较平坦，属于大起伏，所以压缩回弹呢要稍微调慢一些，从而呢能拉住车身，减小车辆的晃动。这也是为什么普遍 ADV 车型比街车要贵的原因之一。前后减震的功能性要更加多，而一些入门级的街车前后减震是不能调的，减震、车架、后柄擦的强度也要比街车要高，还有轮毂也是一样。如果再配上动力模式选择以及电控的话，成本呢会进一步增加，比同平台的街车甚至仿赛都要贵。这也是大家很多年前优先选择街车，后面呢到仿赛，最近呢慢慢往拉力车的方向转变了。而在欧洲呢，拉力车的车种销量占比是最大的，中国摩托车市场也会是这样的。拉力车呢功能性、适应性都要强，长途摩旅呢舒适性比较好。随着我们国民收入的提高，加之中国摩托车的市场价格在大洗牌，所以大家在预算之中能选择的车型就更加多。在大家骑过街车、仿赛、踏板还有复古巡航之后呢，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 ADV 作为最终的归宿。那么以性价比著称的赛格龙 RX600 呢，到底这个车怎样呢？它这个价格能给我们多少东西呢？下一期呢将进行全面的测试，它这台发动机相比街车调了什么？只有全部的数据出来才能做准确的分析。